我叫林璇，是地府的判官，因擅自放冤死鬼投胎，被阎王贬入凡间历练。只有在凡间改变良善之人的命运，收集功德之力，重塑今生，才能重新回到地府当神仙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好大哥给我介绍这个项目绝对赚钱。我打算把我们家房子押了，这一次干一票大的。财帛宫的黑气如此浓郁，这男人必定要破一笔大财，会倾家荡产的那种。让我试一下，你是不是善良之辈？小心！是个善良之人，可帮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大哥。嗨，没事就好。这位大哥，我会点看卦的本事。我观你面相，你最近运势都不好，会被人设局，破一笔大财。姑娘，我刚刚可是想救你，怎么，你这是打算骗我一笔？作为你挡在我身前的报酬，我免费给你破局。我劝你放弃最近的投资，不然你会倾家荡产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姓张，42岁，是家中独子，10年前出来创业，做的是服装生意。5年前遇到一个大哥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你的生意越来越好。但之后，你却跟这位大哥闹翻了，原因就是这位大哥跟你的老婆私通。你怎么知道他跟我老婆私通？这件事情只有我们3个当事人知道。难道你真的会算命？张大哥，你虽然没有跟你的老婆离婚，但因为此事，你跟你的老大哥彻底闹掰了。之后你的生意就一直不怎么好。这跟我投不投资有什么关系？前阵子是不是有生意伙伴突然找到你，带你投资做大生意？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大哥的老相识，他们是要做局，故意害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们2个是老相识？他们2个做的生意都不是同一个类型的。你想亲眼看看吗？想。下午2点，你去平安路的老友茶馆，包间103，他们就在那里密谋，怎么害你？那事后我怎么联系你呢？我在那家奶茶店等你。好，如果这件事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定会回来感谢你，把算卦的钱一并给你补上。哎，张霞那小子现在投进去多少了？让我算一下，大概300多万吧。他简直就是个财迷，还打算把房子抵押了。不错啊，这么快就上套了。他们真是一伙的。我不就是玩玩他的老婆，竟敢跟我翻脸！这次我要让他把之前赚的全部赔里面。试车之后，咱们4、6分，爽快。大师，你算得真准，只要你能帮我把我被骗的钱追回来，你要多少报酬都行。我不能干涉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而且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做局的人手续一切合理，你只能算是投资失败了。那我的钱真就这么打水漂了？这可是我打拼一辈子攒下来的全部家底了。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吗？84年7月10号12点。从你的八字上面看，你的财位在正南方，你可以考虑去那边发展。不出3年，你的所有债务都能还清。至于感情方面，当断则断，不好的感情也会影响你的运势。大师，您是有真本事的人，但我身上钱不多，这1万块钱聊表我的心意，等我赚钱了，一定来感谢你。这些应该是你所有的钱了吧？以后多做善事，等你赚钱了再来给我挂金。谢谢你。这是改变他人命运后
产生的功德之力。这功德果然有用，我的金身底部恢复了，法力也变得更强了。不对，这个电源的日焦怎么会散发晦气？怕是家里要出大事。天眼开，看来是这个店员的父亲要去世。不对，这人是枉死之相。你父亲气急攻心，脑溢血，但送来的太晚了。姐，老秦，别走，醒醒啊！你父亲是在下午6点被人诈骗了100万才气急攻心的。下午6点，那不就是1个小时后？姑娘，你准头赤色，家里会破一笔大财。再加上日焦发黑，则说明这件事应验在你父亲的身上，他会因此而亡。什么？你这个臭乞丐，没让你出去就算了，你还在这里咒我家人！哼！哎，姑娘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打个电话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你不妨打一个电话问问你父亲的情况。我算的，你父亲是被骗子盯上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，请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不对，肯定不对。要是往常，我爸看到我的电话马上会接听的，可是现在却一直不接。打给你妈妈。妈，我爸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没有啊，我也正着急找你爸呢。你爸刚回来取银行卡，还不告诉我要干什么？那张卡里可是有100万呢，该不会被骗了吧？我爸竟然真的被骗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现在报警，让警察把银行卡冻结，要快，然后去你爸的公司。你爸现在就在公司。嗯。老秦，开门呐，爸！爸，开门啊！你爸不开门怎么办啊？踹！点击确认转账，输入密码就好。你在干嘛呢？还真被大师说中了。你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！你个骗子，连我家的钱都敢骗，你不得好死！操，差点就得手了，真晦气！老公，你遇到骗子了。女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哪有警察让你输银行卡密码？还好那位大师算到这一切，不然你的钱都被骗光了。林小姐，真是多亏了你，不然我爸妈的养老钱就全给骗子了。没事就好。林小姐，你稍等。功德之力，我的金身又恢复了一些，法力也变强了。我要继续赚取功德。谢谢。还有这5000块，给你。给你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。我们老家那边的神婆说，你们算卦讲究什么因果，需要收钱化解。反正我也不太懂。确实，有些卦是需要收钱的。那我收下了。多谢你。按照目前这种速度获取功德恢复金身，还是太慢了。算卦看相喽，过来看看啊！有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多了个算命摊儿啊？阿姨，算命吗？不准不要钱。这小姑娘真可怜啊，还挺有礼貌。行，我算。请坐。哎，哎，姑娘，那你看看我需要算啥？阿姨，您夫妻宫光润无纹，可见你嫁了个好丈夫。哎呀，父母的身体也算康健，您的2个儿子有能力又孝顺。算命呢这是？而且阿姨您天庭饱满，鼻头圆润，说明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是个富贵长寿的命相。
哎呀，还真是，咱们这群人呐，还就属秀梅的儿子最孝顺。可不是嘛，就她老公会心疼人，天天跳完舞都来接，我们都羡慕死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算得这么准，你可以帮别人算一算吗？那个穿黑色裙子的就是我姐姐。给你转了400块钱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我姐的。姐，快来，快来呀！来，你咋又让我算命呢？我都说了，算命都是骗人的。姐，这小姑娘真的灵。姑娘，我姐姐这些年遇到点事，心情一直不好，你别介意啊。是不是因为丢的那个女儿？这你都算得出来？那你可以算出来我外甥女在哪儿吗？您外甥女已经死了。没了，我女儿真的没了。那孩子10几岁就丢了，这些年我姐姐从来没有放弃过找她。现在姐姐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若是能找到她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。只要姑娘能算出人在哪儿，别说200了，就算是2万，我们也愿意给。你女儿人没的时候是在外地，是人为害死的。对，5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做梦梦见我女儿浑身脏兮兮的，身上还带着伤，哭着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还不来救我？姐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”她的尸体现在埋在哪里？你有她的生辰八字吗？有，我有。88年6月12号早上5点出生。你女儿15岁被人拐走之后埋到了一个山村里，她性格倔强，不肯屈服，所以挨了不少打。从她的八字上面看，你女儿一共怀了4次孕，全都是被她自己想办法打掉的。你女儿在这儿。你女儿在云城，这个村子不大，一共也就10户人家。杀死你女儿那户人家的姓氏与水有关，他们家屋后还有棵大柳树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。阿姨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您的挂金您妹妹已经付过了。这钱你一定得收，以后还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等我把女儿接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阿姨，您这一趟务必带上您的妹妹，她会起到关键的作用。放心吧，我会陪着我姐姐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走，姐姐，快走。今天一天看了4次卦，好累啊！看来还是要多攒功德，多提升能力才行啊。哎，以前就听人家说过，那种买媳妇的村子，哎呦，抱团很紧的。他要是去了，万一要被控制起来怎么办？对呀对呀，而且那种村子报警也没有用的，这老姐们危险了。哎，只要他带上他妹妹一起，那这件事情成功的概率就有90%。小姑娘，你也给我算一卦吧。今天不行了，明天吧。好啊，咱们走吧，明天再来。摆摊的第1天，成功收获400挂金，不对，是1400，还跟大妈们混了个脸说，刚才的阿姨玉气攻心，命不久矣。如果她能收回她女儿的尸骨，倒是能了却心结，改变死命，延寿10年，而我也能收获一道功德之力。姐，是这儿吗？地图标的就是这里。李阿姨，你是？李阿姨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您女儿的同学，我叫刘明，还在您家吃过饭呢。啊，刘明啊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记得你之前还追过我女儿呢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哦，我在公安局工作，我有个战友刚刚转业回来，正好我休假过来看看他。公安局，他还能帮到我们？那小姑娘说的没错，只要带着你，妞妞就一定能找到。刘明啊，能不能帮帮阿姨？刘明啊，能不能帮帮阿姨，帮我找到我外甥女的尸首在哪里，好吗？好，阿姨，您跟我详细说说。李阿姨，这是我的战友们，有我们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这叫青龙村，30年前不让打猎之后，这个村一直穷着，但是他们就不下山。这就是妞妞最后待的地方。妞妞，李阿姨，村里被告柳树的就这2家了，这家姓赵，这家姓汪，您看是哪家？杀死你女儿那户人家的姓氏跟谁有关？姓汪，是他，跟谁有关系？就是这家姓汪的。我的妞妞！快，走！跟上！师长，我的楠楠啊，我到死也不会忘记，女儿出现在我梦里时，就是跪趴在这灶台前。楠楠啊，姐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给那算命的小姑娘打电话问问，楠楠的尸体被埋在了哪里？这院子这么大，咱们把人找出来，警察同志肯定会为咱们做主的。李阿姨，有什么事吗？姑娘，你看这里，是不是这里呀？李阿姨，你侄女的尸体就埋在这个院子里。走，快走！哎，你们谁啊？大白天怎么来我家里？对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。往后院去，我要看那棵柳树。拍，别拍了！拍什么？让你们拍了吧！姑娘，是不是这棵树啊？这煞气竟然如此浓郁，怕是不止埋了1具尸体吧？柳树东南方向，距离树干2米远的地方。这里，地底下就埋着你侄女的尸体，找人挖吧。来挖！哎，等等，你们别胡说，我看谁敢动？大仙儿可是说了，这柳树可是我汪家的根，关系我们汪家的财运，你们谁敢动，我跟谁拼命！无论谁家屋后种柳树都不会聚财，有多少破多少。就这样的风水还能成为你家的根？那你家的根马上也要烂完了。原本也不会破财的那么厉害，可你家人自己作恶。10几年间，这棵柳树下面就已经埋了3具尸体，且其中还有个孕妇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没有的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你可别乱说。我说的到底对不对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别以为靠着你家供着的那东西就能化解怨气，等他的怨气一消，2日之内你必死无疑。如果我没看错，大槐树下孕妇那具尸体怨气极重，这么多年魂魄也不愿意离开，一副不杀了这家人誓不罢休的样子。至于汪家供奉的那个保家仙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消磨，气息越来越弱，用不了多久就得彻底消散，到时也就是汪家绝户的时候。我看谁敢拦！你们这是犯罪，给我上！好！姐，怎么办啊？不能挖！我看你们谁敢挖！你们不能挖！不要挖呀！你们不要挖呀！他挖不得呀！这是我汪家的根啊！不要挖呀！刘哥，这有1具尸骨。继续挖，别停！刘哥，这里也有1具，继续看还有没有。这里还有1具。我的楠楠啊！王大壮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藏匿尸体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走。
王大壮，王大壮，队长，王大壮死了！什么？他死了？刚刚那小姑娘说，他2日内必死。看来是李大娘侄女的尸骨已经得到了安葬，功德又增加了。哎，我瞧着这新闻上的照片，怎么像李秀梅和她姐姐呢？哎呀，就是她，那天不是还来广场了吗？该不会真是那小姑娘算出来的吧？能这么准吗？没准啊，真是她算出来的。听说李家找孩子很多年了。那天就让这姑娘看了一卦，就找到了。可是见过的算命先生都胡子一大把，他这么年轻，能靠谱吗？您好，请问您是林大师吗？我是。你是要算卦？哦，我姓苏，我叫苏孝杰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家里发生些事情，是我表姨推荐我过来的。请坐。好。你表姨？对，我表姨是李秀梅。是你帮他找到了他侄女的尸首。那你想算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和我妻子结婚8年了，感情一直很好，但打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经常吵架，倒不是什么原则问题，就是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前阵子吵的都要跟我闹离婚了。问题不在你们夫妻本身，是你房子出了问题。啊？房子？那房子是我们前年捡漏买的，当时房主急着出国。比市价便宜了20多万，之后又找了装修公司，全都拆掉重新装。去年住进来，到现在也才1年多。难道说真是房子有问题？趁着时间还早，方便我去你家看一眼吗？好，方便。大师，请。请。林大师，这就是我家。大师，这边请。林大师，欢迎光临寒舍。大周末的，实在是太麻烦您了。快请坐，我去给您倒杯茶。还是先看一下房子的情况吧。有什么问题尽快解决。茶水可以一会儿再喝。好，大师，这里请。大师，这边是餐厅，那边是厨房。这边。林大师，这边是客房，平时家里来个朋友什么的，就暂时住在这里。这边是儿童房，现在还没用，以后等有了孩子再说。这是我的书房。平时我回家还会加班，就在这儿。哦，有时候工作到后半夜，为了不打扰我老婆休息，就直接睡在这里。大师，这就是主卧了。林大师，这房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看你家这房子最少有10年的房龄了。你们有没有打听过前2任房主是为何卖掉房子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多大关系，不过我断定是事业失败，夫妻不和。如果你们好奇，可以去打听一下，看看我说的对不对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房子的问题吧。住宅的大门如果正对着电梯入口，电梯口在闭合的时候，就像老虎吞食一样，这就是虎口煞。虎口煞会吸纳住宅的家运之气，非常不吉。还真是正对着电梯。那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吗？化解虎口煞也简单，
可以在大门上方悬挂铜制的镇宅牌，也可以在门口的地上镶嵌5帝古钱，效果会更好。注意，我说的是镶嵌。你们家的窗户是不是也扩大过？对，不过不是我扩的，买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看了小区里有些没改的人家，是比现在这样完全落地的窗户要小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，特别敞亮。我建议你们最好是把窗户改回来。虽然窗户过大或是过多有利于室内的空气流通，但是不利于住宅的格局。你们家的窗户已经不少了，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大，会导致住宅内的旺气透窗而出，住在这里的人容易产生紧张、烦躁的情绪，有损财运。可有什么化解之法吗？除了把窗户改回去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老婆，还是改回去吧，虽然麻烦点儿，但改了还是踏实点儿。换窗的时候注意，要换成向外开且能全部打开的，不要选择向上、向下或者是斜开的。窗户全部打开的时候，大量的空气会进入室内，浊气也会同时流出，这样能够加强你们的事业机会。那我们现在再看看你们主卧的情况吧。大师请。你们主卧的问题也不小，这个异形的衣帽间使房间形成了不规则的形状，并且出现了尖角，墙柱支角突出，夫妻之间会因为小事发生争执，影响夫妻和睦。除了因为小事争执外，你们没发现自己睡眠不好吗？比如晚上经常会睡不着。还真是，每次在书房睡都一觉到天亮，但在卧室晚上总是醒，我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。大师，这有什么化解之法吗？化解很简单，把这个衣柜换成正常形状的就行，最好是沿着这一边，把衣柜做成顶天立地，这样房间内的格局就能方方正正了。还有这个梳妆台也不能放在这里，梳妆台的镜子正好对着床铺，旺气会被镜子给吸走，你们第二天起来肯定会感觉没有精神，长此以往，对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还有这幅画，如果想要挂老虎的画，尽量选择老虎上山而不是下山的画。猛虎下山是会伤人的，而且更容易引发夫妻不和，尽量不要在卧室挂猛兽图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家里有这么多犯了风水忌讳的地方。林大师，我知道你们上门看风水价格肯定不一样，这是我们的心意。是还有别的交代吗？孙太太怀孕初期，切勿太过劳累。什么？怀孕？我吗？我们结婚8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，这怎么会突然怀孕？我观你们子女宫发红，可见是有了子嗣，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之后再按照我给你们的风水布局，把房间调整一下，再开窗通风2日，把不好的气排出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就去医院。老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们终于有孩子了，恭喜2位，儿童房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。谢谢大师。林大师，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还不知道被这破风水搞到什么时候呢。事宜治疗，告辞。大师，我们送你。大师，求求你帮我算一卦吧。卦金200。
哦，支付宝到账200元。贵姓？我姓严，叫严飞。那你想算什么？我要算运势。我运气一直很好，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经营得很好。可打从前阵子开始，莫名其妙变得特别倒霉。一开始是手里的项目都被人抢了，后来干脆工作都没了，甚至还被车撞断了腿。普通人运气差时，周身散发的气是灰黑色的，但大多数都比较浅淡。但严飞周身的气却是黑色的，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在你倒霉之前，应该身家已经上亿了，确切的说，是你们严家的家产已经上亿了。你们家原本没有这么有钱的，自打你出生后，你家的运势就越来越好，做买卖就没赔钱过，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父母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我一直没当回事儿，只以为是他们对我的滤镜啊。这可不是滤镜，你命中带财，天生财运好，你父母本就是勤恳善经营之人，再加上你的财运，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好。那我如今，你是被人借运了。借运，这不都是小说里的剧情吗？还真有借运这回事啊！一个人天生运气很好，常常和他在一起的人运气也会变好。就好比你的父母，他们的财运就一般，但自从他们生了你，每天都要和你在一起，你的财运好，自然就会带动他们的财运跟着好起来。你身边应该是有人发现了这一点，就把自己的运气跟你做了交换。做了交换？那能知道借运的人是谁吗？你身边的人。我身边的人？你可以想想，你身边有哪些人运势一般，但从你开始倒霉后，他的运气就渐渐好了起来。运气变了的？大师，运气不好的倒是真有几个，这个我需要找朋友打听下。我最近这情况，也没心情关注别人。换运是需要媒介的，各家需要的东西种类不一样，大多数都是指甲跟头发之类的。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最近有没有人从你身边取走过这2样东西？大师，我这人喜欢交朋友，而且经常把朋友带到我家里来玩，所以能接触到这些东西的人太多了。我剪头发是去理发店，而且我剪指甲也不一定是在家里啊。或许不是指甲跟头发，也有可能是血。血？大师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，我现在就找朋友问问他的情况。喂，飞子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李明浩最近找你了没？怎么最近都没听到他的消息？你俩不是同行吗？还问我？听说他拉了几个大单子，提成足足有800万呢，立马从小透明提升到市场总监了。我记得去年他还穷得到处借钱吃饭，现在啊，真是苦尽甘来。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运气变得这么好？就2个月前吧。对，就是你刚被撞断腿那会儿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突然飞黄腾达了。大师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出车祸住院那2天，李明浩来医院看我，突然提起了之前我借给过他几万块钱，说要和我拜把子，还要歃血为盟。然后呢？后来我跟他就去了他的出租屋，对着什么神像拜了拜，然后用刀割破了手，滴了几滴血在碗里。我本以为这个碗里的血是2个人一起喝下去，没想到他跟我说这只是走个仪式，然后我们俩就去喝酒了。再后来我就断片了，我的小拇指甲盖还劈了。小拇指甲？你都喝断片了，他取你几根头发，你自然也是不知道的。有这几样东西，做法自然没有问题。那他之后有没有去过你家，或者在你家里放过其他东西吗？大概过了2、3天吧，他又找了我一次。他给了我一个红色的袋子，那红袋子是封死的。他说里面是什么镇宅用的符纸，是跟大师求来的，让我放在床头。你放了？对啊，我摸着那东西轻飘飘的，应该就是他说的符纸，就随手扔到床头的抽屉里了。大师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80%就是他的头发跟指甲，所以他已经不仅仅是借运了，确切来说，他是把自己的运势跟你做了对调。大师，那这要怎么破解啊？能尽快恢复的那种，最好也能给他些教训。很简单，把他给你的那个红袋子烧掉就行。那里面除了他的头发和指甲外，
肯定还有符纸。你亲自把这个袋子烧掉之后，术法自然就破了，他也会受到反噬。行，我这就回去给他烧掉。林大师，等我这边处理完，必有重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？好像腿也好了。喂，大师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把这个红袋子给烧了，我的腿好像也好了，是不是错觉啊，大师？看来运势已经被还回来了，肯定用不了2天他就会发现，到时候肯定会联系你。不过别担心，这个术法已经破了，而且他会被反噬的不轻，基本上没可能再次释放。行，大师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喂，大师。大师？什么大师？我是你老板。怎么是你？严飞啊，你最近休息的怎么样？要是感觉身体轻松了些，不如回来上班吧，我们都等着你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换了个大的办公室，我旁边那个怎么样？采光好，地方大，以后咱哥俩也能挨着。哼，我记得当初不是你把我给赶出去的吗？怎么，现在又要请我回去了？我可不回去，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老年痴呆了呀？严飞啊，你看我就是一时昏了头，咱公司啊，就是没了谁也不能没了你啊！要是没有你啊，我这公司啊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你啊，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算了，贵公司还是太牛逼了，我高攀不起，你们还是去找其他人吧。挂了。这不是之前被李明浩撬走的大客户吗？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喂，王总。严飞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最近休息的不错，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严飞啊，听说你要创业，自己开公司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我们公司就跟你合作。我决定了，未来3年的订单都交给你们公司。什么？交给我？王总，你不是已经跟李明浩签合同了吗？别提了，我正要和他终止合作呢。他今天也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把我们公司的机密文件当成公关文章发出来，我已经准备起诉他了。严飞，明天咱们约个饭怎么样？好的，王总，那就明天见。好，再见。张总、王总，你们呢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未来公司的合作伙伴。祝我们未来合作愉快！干杯！合作愉快！张总、王总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不叫我？哟，这不是李明浩吗？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叫你干什么？给大家送红袋子吗？我们可不敢收。哼，你果然知道了。王总，送客，以后不要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都领进来，小心他在你身上使个什么借运的术法，让你赔得裤衩子都不剩。严飞，你从小运气就好，借我一点怎么了？口口声声说是兄弟，现在倒好，你连这点运气都不愿意借给我，你能是借吗？明明是换，还害得我这么倒霉。李明浩，你别走，你给严飞道歉去！我呸！要我道歉？下辈子吧你！快来人呐！大师说的都是真的，欢运术被破解，李明浩遭到了反噬，变得比之前更倒霉了。请问是要算卦吗？我想算算我还能活多久。
害怕吗？第一眼看到确实吓一跳，但多看几眼就好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算是生病了吧。那你是怎么生的病？病了有多久？具体来说，我这根本不是病，而应该是被辐射，再加上某种病毒。可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。我叫王欢欢，你别看我脸变成了这样，其实我才29岁。半年前我结婚了，先生是我研究生同学，但结婚后没多久，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。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直到我身上皮肤出现了严重溃烂，之后诊断出来是放射性疾病，但医生说毒素的来源应该不是国内。有没有检查出那个放射性物质是什么？还有你是怎么接触到的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接触到的，而且我那段时间曾去过非洲，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边沾染上的。自从我生病后，我先生就辞职在医院照顾我，每次被溃烂折磨的吃不下饭，都是他陪着的。你有你跟你先生的生辰八字吗？有的，我是85年1月4号早晨6点出生的，我先生是84年11月9号凌晨3点出生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马上就要死了？你确实时日无多了，最多活不过10日。但是我算出了一些你不一定想知道的事情。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你有他的照片吗？我丈夫叫李文清，我手机里有他的照片。此人眉中带煞，中挺带尖，目光阴狠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人，而且他整过容。不可能，我大学时就认识李文清了，他那时候就长这样，而且他手机里有原来的照片，一直就长这个样子的。我不会看错的，此人的脸上绝对动过刀，他原来不长这样。另外，你丈夫的生辰八字，你确定是正确的吗？你丈夫的生辰八字，你确定是正确的吗？我确定是对的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生辰八字的主人已经死了，至少死了1年以上了。不可能的。如果你确定给的生辰八字没有错，那这个八字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，而且死状极为惨烈。从他的八字上看，他是丧命在国外，且死前极为痛苦。临死之前，身上的多个器官都被摘除，断气之前被人抛尸大海。他是被人害死的。他家境普通，父母俱全，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，姐弟关系很好。没错。但此人的八字忌水，他18岁那年跟同学去水下游玩，他姐姐为了救他而溺亡，自此之后就彻底离开了水边，这才平安了几年。是，我丈夫每次陪我去海边，都离水很远，他说是天生和水相克，可是最后终究还是死在了水里。你有他以前的照片吗？或者你们的合影也行。啊，有的，我手机里还有之前的照片。之前的都对，就是从蜜月旅行，她的丈夫换人了。你们为什么结婚1个月之后才蜜月旅行？好像是他公司有项目要出差，因为一直是文清在负责，所以只能把旅行推后了1个月。那李文清回来之后，你就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？有的，他们在金国遇到了飞车党抢劫，有一个同事为了救他出了意外，后来被送医院也没救活，他因此十分愧疚。从那开始，我丈夫性格就变得特别敏感，而且晚上经常不睡觉，都是白天才睡。我以为是我的丈夫刚刚受完打击，就没有怪他。天眼开。老婆，老婆。
这女的已经被我打过药了，而且天天带着放射石，不出2个月就得死翘翘。到时候再弄死他妈他爸的那些遗产、房子、车子、存款，就全都是我的了。你的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度蜜月回来之后，你丈夫是不是送过你许多妖猎？妖猎？他说是在国外出差的时候买回来的，能保平安。是不是一些黑色珠子的妖猎？那黑色珠子中间还穿插着一些小颗粒的珍珠，那些小颗粒的珍珠含有严重的放射性物质，对人体的危害极大。难道你没有发现，自从你戴了这些妖链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跟你一起睡过觉？还真是，他都说工作忙，在书房加班，然后就睡在书房，有时候是直接睡在公司。难怪我身体的这些症状都是从腰部开始的。放射研究所的人到我家检查，也没有查出什么，原来一直在我腰上待着。他想要毁尸灭迹，简直不要太容易。至于你体内的病毒，是在你从非洲回来的当晚注射进去的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是图你的钱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个冒牌货他不是单独行动，而是有自己的组织。他们这个组织会有自己的情报网，专门搜罗你们这些家庭优渥的独生女信息，好吃绝户。吃绝户？可是我妈还在，她怎么吃绝户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母亲也是他的目标之一。只有你们母女死了，这庞大的家产才属于李文清。你去报案吧，这个组织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撼动的，也不是你逃避就能结束的。况且，你母亲还等着你去救她呢。你母亲还等着你去救她呢。好，谢谢大师。开完天眼还是太耗心力了，算了，今天也算是收入不菲。1、2、3、4，大师！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有话好好说，这可不行，什么贵不贵的？大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呀！您是王欢欢的母亲吧？大师，幸亏有你，我闺女才知道她身边有这么个恶的人，还把她害得那么惨。警察把她抓起来的时候，她还不承认，后来把欢欢公婆带来，她才松口，还说怎么不晚点来。原本是打算把欢欢送走之前，先把我弄死的。先把我弄死的，这得有多恶毒啊！连自己丈母娘和妻子都不放过呀！是啊，这要是我闺女，我非亲手宰了她不可。就是，大师，这是欢欢临终前让我交给你的，希望你不要推辞。阿姨，先起来吧。我们家本来就没什么亲戚，欢欢这一走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这钱留着也没什么用。阿姨，这钱我不能收。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欢欢的遗愿，你收下了，他才能安心的走。哎呀，大妹子，听姐妹一句劝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。孩子在下面看着呢，咱不能让孩子走得不安心，是不是？
你没事儿就来广场转转，我们每天都来。咱上了年纪，应该多动一动，孩子在下面看着也开心，你身体也健康。是啊，好，我没事儿就过来。阿姨，您可以去观音观为你女儿做场法事，这一部分的钱再拿来以她的名义做善事，也是给她积累善缘，相信她来世也能投个好胎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等我把欢欢的事情忙完，我就过来找你们跳舞。你们要给我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一定给你留个最好的位置。心放宽点啊！谢谢你，大师。谢谢你，大师。看，世上还是好人多的。林大师啊，你这卦金是不是该往上提一提了？你看啊，来找你算卦的都是普通人，你开价200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不知道啊，有些人一听到200块，觉得太少了，配不上自己的身份。我听说好多算命的，算一卦至少1000，有的还要好几万呢。而且娱乐圈那些明星喜欢找大师开运，一次啊要50万呢。50万啊！你算一卦才200块，50万，你要算多长时间呀？要我说呀，最起码得收500，要是遇到明星的话，可以再贵一点。李阿姨，我哪有机会见到大明星啊？江晨，哎呦，江晨，这不是浩瀚娱乐的顶流吗？啊，没想到还真让我遇到明星了。哎呀，我记得浩瀚娱乐都快倒闭了，是因为江晨的加入，才让公司起死回生。哎呦，好帅呀！哎呦！完蛋了，第一次见明星就这么没有形象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点。紫气，只有真正的贵人身上才会拥有紫气，比如古代的帝王，或者是身怀大功德的人。江晨不属于这2种人，怎么可能有紫气？天眼，开！林大师，林大师，你醒啦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呀，看到大明星激动的晕倒了。江晨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周身会出现紫气？以江晨的面相，应该是出身贫贱，但又是在极富贵的环境下长大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而且我的天眼看不了他，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太爷爷，我就这么一个曾孙子，务必要为他改写命运。偷换命格，天打雷劈我也不怕。可惜我这把骨头老了，何云，这次就麻烦你了。江老太爷，您说这话就外道了。当初我父亲的命可是您给救的，现在我也算是还这恩情了。想当年救你父亲，那也是举手之劳，没想到你们家到现在还记着。不过这次你可要想明白，换命格是要遭天谴的。我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续命到了今天。你跟我不一样，你的道行很浅，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？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当年的事儿，对您江老太爷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们老宗家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儿。我父亲在临终前还曾叮嘱过我，一定要还了这恩情。这是今天被换命之人的八字。
江老太爷，江辰的命格平平无奇，可以说连一般人都不如。但是，我却算出此人有大贵之命，而且还有功德，这真的行吗？哈哈哈哈！你放心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她叫林璇，是个算命的小丫头，八字虽贵，但是刚刚已经被我压制住了，施法并不困难。行，那现在就开始。就算他是天上的神，我也要借他的运给我的曾孙子。林大师，那您先休息，我去给你买点饭啊。哎，这次开天眼失败，元气大伤，我得赶紧补一补。江老太爷，好像不太对劲。怎么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阻止我恢复元气？去！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我的曾孙子怎么可能被反噬？不可能！我说那个江辰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，原来是靠偷命格才有了今天，竟然还偷到了我的头上，可笑。哎呀，林大师啊，哎，我这刚出去一会儿，你这气色变得这么好呀，这小脸红扑扑的，大师就是大师啊，果然不一样。没什么，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，现在没事了。来，坐下先吃饭。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，我真的好喜欢江辰哥哥，他真的好好看。我可是特地为了江辰哥哥飞了2000公里来见他。你这算什么？我给江辰哥哥都花了好几万呢。我可是把江辰哥哥代言的所有产品都买了遍，就连他代言的那1000多万的跑车，我也买了不止一辆。家人朋友一人一辆。江辰。不对，怎么还不来？江辰哥哥怎么还不来？江辰哥哥怎么还不来呀？这群脑残粉，今天怎么有点不太舒服呀？算了，赶紧糊弄下班了，还有个女粉丝在酒店等着我。哎呀，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不对啊，这怎么可能是江辰？难不成这是工作人员上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这个人衣服穿的和哥哥一样呢？好奇怪，不是吧？这是哥哥，怎么感觉丑了呢？你不是江辰哥哥，你又油腻，就是，你滚下去！假的，你不是江辰，假货，你不是江辰，假货！下去，把江辰哥哥叫上来！下去，冒牌货！冒牌货！下去！砸到我！我也是冒牌货！骗子！走了！谁呀？这是。走，李大娘，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我着急摆摊呢。一会儿到了就知道了。走，林大师啊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李大娘，你这是这呀，是我和我姐姐开的。自从我姐姐办完了侄女的后事之后，就想有个事做，这不就倒腾这个茶馆。这呀是送给你的，喜欢吧？送给我啊？你之前在外面摆摊儿，
那就不符合你的身份。我们姐妹俩就想着报答你，这不，就在这茶馆给你辟了这么一间包间。这可不行，那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付租金。哎呀，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每天呢就在我这儿摆摊，到时候来的客人呢，我就收个茶位费，这样啊，我们互惠互利。你看这样总行吧？行，谢谢大娘。那你看，林大师，你看这还缺啥不？我去给你置办。不用，这都挺好的。哎呀，你满意就行。我还想着我这上年纪的眼光，你们年轻人会不喜欢呢。那我先下楼看看。这地方用来算卦，确实挺不错的。林大师啊，这是我外甥女，她叫李香，最近工作上遇见些事儿，想找你看看。请坐。那你们聊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最近是遇到什么困扰吗？我也不只是想问工作上的事，就是感觉最近几年过得不太顺，业绩一直很好，却总没有升职的机会。生活上也是，我和我老公经常吵架，每次都是洗碗叠衣服、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大师，我想算算什么时候能脱离这个生活。大师，这是我的八字。天眼，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他又找老板打小报告去了。打小报告的都是轻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他和老板那个了啊！怪不得她想跟她老公离婚。昨天我还听法务部的人说，她去找法务部的人偷偷咨询，怎样能让老公净身出户呢？就算不净身出户，他也不亏。听说新老板准备提升他当部门主任，以后不但不用每天围着客户转，而且还能赚的比之前还要多。原来李湘是出轨自己的老板，而且从八字上看，这个领导马上就要被调走。新领导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削了他手中的权力，最终把他开除。你最近是准备离婚了吗？大师，老话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我这也是早做打算。况且我们每天都这样，我和他都觉得压抑，还不如早点散了。我算出你离婚之后确实能够得偿所愿。至于工作，以你的工作能力，踏踏实实工作，升职也就是几年事情。但如果你选择走捷径，这样的方式确实能够升职更快，但这样得来的职位，用不了2年你就会失去，而且同时你还会失去你的工作。什么叫走捷径？这样的职位哪有什么走捷径？谁不是踏踏实实上去的？你要记住，从你决定走捷径的那一刻开始，未来就已经变了。大师啊，这我外甥女是来看工作的，怎么现在这个样子？是不是算出来的结果不好啊？可好可坏，看她自己怎么选了。哎，以前我觉得我这个外甥女挺傻的，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恋爱脑。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眼拙。我外甥女跟她丈夫他们2个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谈了3年才结婚。谈到第2年的时候，男方用贷款给她买了套房，这傻丫头竟然拿自己38万的彩礼还了房贷，把她爹妈给气的呀！哎，那后来是怎么发现她不是恋爱脑的？哎呀，听说她不知道怎么哄着那小伙子，跟她去办了那个西厂，然后那个婚房就成她单独所有了。唉，难怪她能做到离婚时让丈夫净身出户，原来房子已经变成了她自己的。而且她工资啊很高，听她妈说1个月好几万呢，她都偷偷的存起来，
她老公一家人不知道，以为她一个月只有5、6千呢。哎呀，这说来呀，她丈夫也是老实人，工作呢还勤奋能干，回到家还帮她分担家务。好男人总是碰不上好女人，好女人也总是碰不上好男人。请问哪位是林大师？请问哪位是林大师？哦，这位是，来坐吧。好。好。这是我们俩的生辰八字，还有这是我老公办公室的照片，您帮我看一下这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坐吧。好。这个房子你们是怎么得来的？是这样的，是我朋友低价租给我的，差不多有6、700平吧。我刚辞职创业，反正有房子便宜就租下了。当时有人说这房子风水不好，但也没太在意。干了快2年，钱没赚到不说，身体也垮了，经常失眠，家底儿都快赔光了。这地方确实不适合做买卖，败财损丁，视为大凶。视为大凶这周围全都是高层，基本楼层都是一样的，30层。而你们公司的房子正好是这些高层的中间，距离最近的那栋楼甚至都没有20米。大师观察的真仔细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当初什么也不懂，就觉得这都是高层，人口多，人流量大。这种格局很明显，在风水上叫埋儿煞。埋儿煞的形成就是周围高，阳光照射不到，导致的阴气重，阳气不足。这里的风水太差，不能租。那大师，您看有没有办法改一下风水？毕竟这房子很便宜，我们在这儿开了2年多了，不太想动地方。从这里搬走是最快最稳妥的办法，拖的时间越久，你们赔的钱就会越多。我们当初租这个房子，装修花了不少钱，再加上这2年赔的没剩多少了，我们就想找一个相对来说付出比较少的，您看看。我知道让你搬走会很不甘心，但是你们可要好好想想，是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？你们拖的时间越久，就会越严重。大师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谢谢林大师。谢谢大师。谢谢大师，麻烦您了。谢谢。呀，这么快就算完了？他那边风水不好，我建议他把公司搬走。他说考虑一下再决定。原来是公司搬家呀，那就难怪了。不过正好，这位也是来算卦的。大师，你能不能帮我算算我家金元宝跑哪去了？金元宝是我家的狗，一只大金毛。你先别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大凶，你家的狗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怎么可能？它才丢了2天。它那么听话，那么可爱，还那么好看，怎么会？就算被偷了，也应该是被养的吧？怎么会不在人世？天眼，开！还有谁知道你家大门密码？年轻的男人，身材偏瘦，但是个子很高，跟你家的金毛还很熟悉。身材偏瘦，个子很高，你说的是不是我前男友？难不成金元宝是被他带走的？不止带走，他已经把狗吃了。不只是带走，他已经把狗吃了。他这个人渣！
畜生！都怪我。要是我不赶他走，要是我不跟他提分手，他就不会来伤害金元宝。可是我们恋爱2年，他吃我的住我的，还花我的钱。这条狗是你的软肋，所以他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你。你可以报警，你前男友这种行为已经属于盗窃行为。报警又有什么用？我的金元宝再也回不来了。狗狗都是有灵的，它肯定也很惦记它的主人。你准备一些狗狗喜欢吃的食物，还有零食。5天之后就是它的头七，到时候你过来找我，我帮你把这些东西带给它，让你好好跟狗狗道个别。另外，城东都江小区门口的垃圾场有个黑色的袋子，那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的就是你家金元宝的骨头和内脏，这些都可以作为报案证据。那就是我前男友现在住的地方。谢谢大师，我现在就去。找到了，金元宝，我的金元宝。等拍照取证之后，我们就会传唤嫌疑人，偷走并吃掉别人的狗，已经涉嫌盗窃，不仅面临经济赔偿，还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就是金元宝最喜欢来的地方，我每天下班都会带他来玩1小时。闭上眼睛。你喊他的名字，就像往常一样叫他，他很快就会过来。金元宝，金元宝，在哪里？金元宝，快到妈妈这里来！快闭上眼睛。天法清清，地法灵灵，阴阳结晶，水灵现形。金元宝，金元宝，真的是金元宝！天上地下，异象同行，无筋断裂，冠帛分明。金元宝。金元宝，你快吃吧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以后妈妈不在身边，你一个狗要好好的，别看见什么人都往上贴。这世上坏人那么多，快吃吧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小区有一条白色的流浪狗，没事的时候都喂喂它。3个月之后会有惊喜。是不是金元宝？嘘，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缘分未断呢？谢谢大师。你要算？大师，我想算算，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？是有什么蛛丝马迹吗？或者是有怀疑的对象？上个月我婆婆过生日，我丈夫大显身手，做了个番茄牛腩，可我越吃越觉得熟悉，那个味道很像我闺蜜做的。后来我丈夫突然开始用香水了，他以前是从来不用香水的。我问他原因，他说香水可以盖住他身上的烟味儿。再后来我去我闺蜜家玩，在我闺蜜身上闻到了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大师，您能帮我算算，他们2个是不是
真的在一起了？有他们2个人的生辰八字吗？有，我都带了的。你想的没错，他们半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你的闺蜜已经怀孕了，到时候千万不要手软，能要多少就要多少。人都没了，我要钱干什么？从她的八字上面，我还看到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，想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不久之后，你的老公就会遭遇一场车祸。你现在不跟他离婚，是想到时候留下来伺候他？怎么会？所以你要尽快办理离婚手续，万一到时候车祸留下个什么后遗症，你闺蜜可不一定会要他。你到时候也可以离婚，但到那时再离婚，你会背负很多骂名。如果我不知道我丈夫出轨了，他出了事，我肯定要照顾他的。可我现在知道了他出轨，我还照顾他，那我也太窝囊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回去跟他摊牌，马上离婚。但是，听说你能算出弄丢的人位置在哪里？你们要算的人是谁，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姐姐，亲姐姐。当年我妈生完她就丢了。去年听我们老家那边的人说起，说是有一家人捡到的孩子，时间和我姐姐丢的时间都对得上。我们去调查过了，房子早就搬走了。太具体的消息我们也打听不到了。你能不能找到那家人在哪儿？你有那个女孩的生辰八字吗？另外，把你们一家人的生辰八字也要给我。为什么还有一家人呢？因为你们跟那个女孩是亲人，从你们的八字上面也能看到一些信息，这样算的会更精准一些。上面是我们家的，下面是他们家的。这上面还缺了个大哥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还有个大哥？从你父母的八字和面相上看，他们此生一共有3子1女，次子早夭，你是第3子，上面自然还有个大哥了。我大儿子是1988年5月20号上午10点生的。刚刚你说你的姐姐丢了，我看是少说了一个调字。这个孩子是被你们亲手丢弃的，怎么说的好像是不小心丢的一样？怎么可能？当时在坐月子，不知道孩子是被谁偷走的。这么多年，没有一刻不惦记的呀。小姑娘，你看着还年轻，不知道孩子就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吗？别看我生得多，丢一个我也不舍得呀。这个女孩跟你早夭的大儿子是个双胞胎，你大儿子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，紧接着你们就把这个小女孩给丢弃了。那孩子不是人的，就是丢了。我们今天是来算孩子在哪儿，你老揪着孩子怎么丢的干嘛？这个小女孩刚出生3天就被你们丢弃了，但还好有好心人将她给收留了。她的养父母是做生意的，正好膝下无子，待她视如己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也不是我要干啥，这孩子从小到大我也没见，总得让他见见亲生父母不是？
我家就这一个女儿，肯定要扔回来的。家里还有他2个兄弟，以后他们亲兄妹也能帮衬着，不是？天野，看。他爹，咱儿子眼瞅着该买房娶媳妇儿了，钱怎么弄？前几天我听人家说，当年有个有钱人家捡了个女娃娃，算着时间，跟咱们扔掉的老二的时间差不多。有钱人，那咱们得把他找回来。到时候把他嫁出去换彩礼。如果那家有钱人不同意，咱们就讹他们一笔钱。对，再把老二送回去。对。这俩老东西原来是想等着吸血啊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阻止他们。你们果然是他的亲爹妈，知道为他考虑。他现在正是需要娘家帮衬的时候。怎么说？我刚刚推算了一下，你的这个女儿今年33岁，3年之前她就已经结婚了，丈夫也是做生意的，而且生意做得比养父母还要大。生意大，那不是很有钱吗？但是从去年开始，她丈夫的公司就一直亏本，一直到现在已经背了上千万的债务。她的养父母把大部分的家产都用来抵债了，现在正四处借钱呢。借钱呢？刚刚伯母也说了，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你肯定不会不管她的，对吗？现在正好还有了兄弟帮衬，每个人背个几百万的债务，相信这个坎儿很快就能度过。凭什么？我凭什么帮他背贷款？他出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我就没有见过他。别跟我讲那套什么血缘关系那套，反正我不背，你们谁爱背谁背去。那这孩子的男人，他还能起来吗？恐怕很难了。你这个闺女，我算着她前半生运势不错，但是后半辈子都是劳碌命。那个大师啊，我们还是不算了吧。让我想想，这孩子是他养父母养大的，他应该孝顺他的养父母才对。我们这个亲生的爹娘，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，我们也没有脸见他。那不算了？不算了。那这个挂金还是要照常给的啊。给，我们给。给。哎呀，走。看着这对夫妻，不像是什么好东西。那闺女是扔的还是丢的？被他们亲手丢弃的。这孩子出生不到3天就被他们给丢了。我如果不说这些来骗他们，不到1年，他们就会找到那个女孩，最终养父母会被这家人气得双双离世。这种生而不养的人就不配做父母。有，你们是喝茶还是算卦呀？算卦，我想请个大师给我们算一算婚期。哎呦，可算是有件好事了啊！你们坐，那慢慢聊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坐。大师，这是我们的生辰八字。2个月之后，10月25日是个大好日子，还有明年的3月12日、6月26日，这些日子也都挺不错的。你们结婚之后，恩爱有加，白头偕老。谢谢大师。
你们回去之后会收到你奶奶过世的消息。怎么可能？我奶奶95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我奶奶。回去之后，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。你奶奶在家里放3天，这3天不能下葬。大师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放心吧，好事。好。走吧。妈，奶奶，通知殡仪馆吧。好。啊，小小，你拦你妈干啥？不能通知，奶奶要在家停留3天。开什么玩笑！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你奶奶已经没了。如果不赶紧送到殡仪馆，万一发臭了怎么办？对呀，小小，殡仪馆有冰棺，到时候把你奶奶放里面，还有好多同事朋友前来吊唁呢。那位大师虽然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是有道理的，不然他也不可能只是给我算了婚期，就能看出来奶奶今天过世。奇怪啊，3天了，娘的尸体没有一点发臭的迹象。即使是这样，3天时间也已经到了，该送到殡仪馆去了。来，哎呦！妈，奶奶咋了？活了！闺女，这还真得谢谢那位先生，如果不是他，你奶奶恐怕就被火化了。大师，请收下。大师，这1万块钱您收下，就算我们的感谢金了。我只收1000，这1000就当是给老太太算卦的卦金。对了，我之前给你选了3个好日子，但是我建议今年就完婚，相信老太太很愿意看到。多谢大师，我们和女婿家商量一下，今年就把他俩的事办了。谢谢，我们走吧。云大师，这位是周先生和赵女士，说是家里出了怪事儿。坐，说说具体情况。我们3个月前买了套2手房，刚进去后，我老婆就一直做噩梦，梦见一个浑身是水的人站在床边，我接连3个项目都黄了，昨天还差点在公司楼梯摔下去。更邪门的是，客厅的吊灯总是无缘无故的晃，晚上关了灯也能听到滴答声，可水管明明没有问题。这个房子建于2005年，当时原房主是不是突然低价回收？你怎么知道？中介说原房东急着移民，所以比市价低了20万。罗盘乱转，阴气重，带我去房子看看。哦，好。正西属金，鱼缸属水，金生水本是吉兆，但是鱼缸正对大门，成了水冲门，财气全被冲走。这是原房主留下来的，我们觉得好看都没有扔。不止，你们卧室是不是在房子中间？对，中介说中宫卧室聚气。
中宫是宅命心脏，卧室位于中宫本就不利，再加上横梁压顶，你们能睡得好就怪了。你们家卫生间是不是在西北方？是。西北属钱，主男主人运势，卫生间是污秽之地，这就是脏钱，你的事业能好才怪。这些都是巧合吧？我找人看过，说是摆个貔貅就好了。你的貔貅是不是摆的头朝里？还真是。玄关那个貔貅确实头对着客厅。看见那栋楼的尖角没？正好对着你家阳台，这叫尖角煞，难怪你总是会摔跤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把鱼缸挪到东南方位，那里属木，水能生木，旺财运。之后，在卧室的横梁上面挂个葫芦，化煞纳福。卫生间门口挂艾草，西北方摆铜葫芦。最重要的是，把貔貅的头转过来，头朝大门。这样就能解决？你们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角落里发现过一把旧剪刀？是一把生锈的剪刀，我随手扔垃圾桶了。剪刀属金，藏在阴角，是前房主故意留下的煞气，难怪阴气散不去。你把这把旧剪刀用红布包起来，之后埋在楼下的花坛里，再在门口挂一面八卦镜。好。小明啊，你怎么信这些封建迷信？我看这个丫头就是想骗钱。妈，我们已经试了1天，真的好多了。你说我儿子事业不顺，是因为卫生间在西北角？我看他就是没本事。阿姨，您是不是总觉得左肩胛骨疼？你怎么知道？您去年是不是在西北方做过一个手术？去年确实在城西医院做过肩部手术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事儿没跟儿子和儿媳细说。西北方对您儿子来说是脏钱，对您来说是病钱。您是不是一来到这里就会感觉喘不上气？妈，您看。喂，你好，周明啊，之前咱们解约的那个项目我同意了，还是找你来做，定金800万，我现在就给你汇过去。好，800万，大师真神了！你胡说！我朋友在国外，从怀孕起医生就一直开的这几样保健品。她一直吃到孕晚期，生出来的宝宝简直不能更健康了。同样都是吃，凭什么到我这里出了问题？我买的可是进口的营养品啊！进口的你懂不懂？你们的体质不一样，适合他的药未必就会适合你。你胡说！我的小外甥就是把我孩子给种没了。反正我算卦的结果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。至于挂金，随你付不付款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差你那点挂金的人吗？现在的问题是你算的根本就不准。我买的营养品都是进口的，我每年都有体检，我的身体很好。你不懂就不要乱说。够了！强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张口闭口都是别人咒的，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都做了什么？吼我！你竟然敢吼我！你凭什么吼我？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没病都要吃几口药，药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是药3分毒，没毛病也吃出毛病了。你懂什么？你闭嘴，别说了，赶紧跟我回去。云大师啊，楼下还有一个在候着，您是先休息一下还是？让他进来吧。哎，大师，您帮我朋友看看，他家那个老公靠谱吗？我和杨涛都在一起10年了，
靠不靠谱我能不知道吗？他那人虽说有点小心眼儿，但对我好啊。孩子也一直都是他在管，我多轻松。反正啊，我就是觉得杨涛不靠谱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咱们就先从他家买房子说起。这杨涛，他家明明有钱付全款，结果呢，非要贷款，而且呀，首付还是他俩一人一半。后期还贷款，说的好听，说是杨涛父母还，但是家里所有的装修都是雅丽家在负责，包括所有的软包和硬包。这样的方式，在离婚分割财产时，女方属于吃亏的一方。因为还款人是你公婆，装修的费用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是不会被折成钱的。而且他们家里的物业费、孩子上学的学费、车子的保险、孩子的保险，就连他们每年的车位费都全是雅丽的爸妈在付，这一付就是10年呀。你说吧，如果杨涛对他爸妈好也就算了，问题是他爸妈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每次他都给甩脸子。你说说，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呀？我也知道他不太靠谱。我跟我爸妈说了很多次了，他们不听，非要给钱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而且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杨涛才是亲生的，我这个做女儿的都得靠边站。大师，你帮我算算吧。要是以后父母老了，我老公却不孝顺，那我就听徐畅的，让他们把钱留着自己攒下。那你带你家人的生辰八字了吗？带你丈夫的也行。带了。从这八字上面看，你父母有一女一儿。长女3岁时早夭，次子从出生后就没有养在身边。大师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算的那是我爸妈的生辰八字，我上面曾经确实有过一个夭折的姐姐，但我是女儿，不是什么所谓的儿子。我爸妈也半点不重男轻女，甚至更喜欢女儿。别说是你了，我算下来都觉得不可置信。大师，你继续说。这个八字不是你的，是一个男性的生辰八字。这个生辰八字就是你那个父母没有养在身边儿子的。这太扯了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。更巧合的是这个女孩的生辰八字，她从小就被抱离了父母的身边。我给你说一下这个女孩的经历，你看看耳不耳熟？8岁时，右腿曾意外骨折，但因为年纪小，没有留下后遗症。16岁时，在河边差点溺亡，幸运的是被人给救下。26岁结婚，次年生子，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同学，现在34岁，她应该是个左撇子。雅丽，这不是你的经历吗？怎么会？是个丫头，你婆婆那边。娘，我不能给建军哥生个儿子，他该不要我了，娘，怎么办呢？娘，建军哥过几天就回来了，娘给你想办法。隔壁你何叔家刚生完儿子，愿意给咱换妞，这能行吗？只能这样。以后这丫头就姓何了，那小子跟着建军的姓，姓杨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我的公婆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也知道我的身份。确切的说，是你的婆婆知道，你公公以为杨涛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难怪了，难怪婆婆每次看我的复杂眼神，以前还觉得是因为婆媳气场不合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她看我的样子，
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亲生女儿。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呀？看到自己亲手送出去的女儿，半点愧疚都没有，居然还处处刁难。哎呀，雅丽呀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杨涛也是无辜的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爸妈和杨涛之间的关系更融洽。至于公婆，也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老到不能自理了，我也会照顾的，但是肯定不会像对自家父母那么尽心吧。反正表面上我也只是儿媳妇。妈，闺女，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榴莲，结果敲门没人答应，你去哪儿了？妈，你用密码开门进去就行。家里没人，我和小畅出来逛街了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买，钱不够了跟妈说，别舍不得花钱。知道了，妈。妈，谢谢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跟妈还客气。大师，以后我妈给我钱的时候，我都会尽力攒下，等他们没有能力赚钱了，我再给回去，让他们傍身。老两口为我奋斗半辈子了，我一定让他们安享晚年。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善，你恐怕要费不少心思。要讲究些策略。谢谢大师。大师啊，您记得我吗？你是张强啊，你2年前给我算过卦，您不记得了？您当时说我应该去南方发展生意，说那是我的财运。我想起来了，严格意义上说，你是我策划事业的第一合伙人。我按你说的呀，跟我那个出轨的老婆离了婚，就去了南方。到了以后，我发现我的财运特别的好，做生意从来没亏过，也积攒了不少的资金。去年的时候开了个公司，资金啊比之前多了10倍不止，到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亿了。这30万是兑现我之前的承诺。倒也不至于这样。怎么不至于？大师对我的指点，那说是救命之恩都不为过。如果当初我真要是倾家荡产，以我这脾气，肯定冲进那2个人的公司，将他们给捅了。到时候大师想要见我，就得去监狱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收下了。大师，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件事求你。你说。我这不是单身好几年了吗？家里人说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就托人给我介绍了2个女孩，让我找个合适的结婚。这是那2个女孩的照片，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合适。这第一个是离异的，还带了一个孩子，10几岁。对，我妈说这个女的前夫赌博，2个人就是过不下去就离。这个女的勤奋能干，性格还老实。这个女的据说她未婚先孕，所以她怀孕之后，婆家就以此想要拿捏她，她就把孩子给打掉了，跟这家人闹掰了，好像到现在就一直没再找。据说也挺厉害的，就是这脾气有点不好。如果让我选，我肯定选第一个，至少看起来踏实过日子。我知道你更属于第一个，但是我算出来，第2个更适合你。
为什么？第一个看着温柔贤惠，但是他带了一个女儿。你们结婚之后，2个孩子肯定是要养在一起的。你整天在外工作，在家里的时间又不长，所有的事情知道的也没有他们全面。他也不是表面上那么温柔贤惠。这个人私心重，对待2个孩子肯定会有偏心的时候，而且他还会藏钱。哟，这可不行。那第2个呢？第2个性格就比较直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一开始跟你的女儿还挺合不来的，甚至还会吵架。不过相处久了之后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连你都要靠边站。你女儿非常需要这样一个长辈。可是他这脾气……脾气上来了就打人啊！你脾气不好，他也不会吃亏，看谁能把谁打服啊。总之你相信我，绝对不会出错，选对第2个姑娘肯定不会吃亏，而且你们以后的生活会变得非常有意思。行，那我就听大师的，我就给媒人说一下，跟第2个接触接触。那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。借大师吉言，到时候一定请您喝喜酒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林大师，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呀！这半年来他总生病，发烧咳嗽不断，去了无数医院，都查不出问题。医生说可能是心理因素，可孩子总是说看见黑影。孩子的房间是不是放了不该放的东西，比如旧玩具或者是2手家具？上个月我从旧货市场淘了个老式婴儿床，觉得复古好看，就给乐乐当小沙发用了。那个婴儿床之前死过孩子，怨气附在上面，乐乐的八字轻，自然会被缠上。你们家的户型是不是有缺角？对，主卧和客厅之间缺了一角，开发商说是设计问题。缺角在东北方向，主子孙运，再加上婴儿床的怨气，孩子自然不得安生。回去之后，用桃木剑蘸糯米水洒遍全屋，再在东北方挂八卦镜，3天之内就没事了。那个黑影对乐乐说，他妈妈不要他了，他冷。太可怜了，大师，能帮到孩子安息吗？烧婴儿床的时候，你默念3遍往生咒，再多烧点纸钱，再告诉他有人惦记他，他会走的。哎，谢谢大师。走。大师啊，前2天楼上张姐家出事儿了，她老公半夜回家摔断腿，说是楼梯灯总闪，您说邪门不？他家的门是不是正对小区大门？门冲煞，加上市电不稳，容易出事。你让他放2盆铁树，在门口挡煞。我一会儿就去说啊。那我家呢？我老公总失眠，说听见天花板有弹珠手。是不是天花板有缝隙？也有可能是老鼠，也有可能是前住户埋下了什么东西。你找工人打开看一看。大师，我女朋友突然之间想和我分手，她说我穷就算了，还总遇到奇葩客户，受不了了。您帮我算算，我啥时候才能转运？我送外卖3年了，一直被人投诉。上个月我还被人讹了2000块钱。我女朋友说跟着我一点希望都看不到。否极泰来，你命里带1马，适合奔波，但是今年犯小人。下周3你会遇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客户，他会给你介绍一份物流调度的工作，比送外卖稳定，工资还高。啊，真的？那我女朋友……你女朋友不是嫌你穷，她是怕你不安全。你换了工作之后跟她说，
他会理解你的。对了，你左口袋是不是经常装着一枚旧硬币？是，这是我妈给的，用来辟邪。这是破财符变的。你妈妈是不是经常给你这些护身符？她其实也是被人骗的。难怪，我妈上个月刚花了5000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转运珠，说能让我发财。如果实在是想求平安，去庙里请个开过光的就行。谢谢大师，我这就给你转钱。你赚钱也不容易，等你否极泰来之后转给我就行。谢谢。大师，我这别墅买了半年，公司就出了3、4事故，副总卷款跑路，项目全黄了，是不是风水有问题？泳池正南，烛火、水火相冲。你们家的书房是不是正对着地下车库的入口？对，陈总说为了拿文件方便，特意把书房设那儿了。车库入口是地眼，浊气重，书房对那儿决策必出问题。你们把这个泳池填了，改成花园，再把书房改到东边，再在客厅摆上水晶阵聚财。填泳池要花不少钱。你们家门口是不是有对石狮子？它的嘴角有裂纹。是，上个月台风刮的，我没在意。石狮子是用来打煞的，有了裂纹，自然就破了气场。怪不得挡不住小人。换一对，换成汉白玉的，镇得住。这里埋3枚桃木钉，呈3角形，能克水火煞。大师，这园子里的石榴长得这么好，为什么要移走？石榴树多子，本是吉兆，但这棵树却生长在了西北方。西北属金，木克金，它会影响主人的运势。你丈夫最近是不是经常头疼？是，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扎着似的。把这棵树移到东南方，木生火，能够旺他的事业。对了，你们家车库的灯换了吗？换了，之前总不明不暗，现在好了。那是浊气干扰，换了就好。等你的书房换好，我再过来布阵。喂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大师，卷款跑路的副总被抓到了，钱追回来了一半。这是已经开始转运了。大师啊，多谢您当年的指点啊，才有了我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。我爸一直跟我说，当年是您救回他的养老钱。林大师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在路上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我的，他说呀，让我务必交给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真好看啊！哎呀，林玄，你已功德圆满，重塑金身，晋升为地府阎罗，今后还需要你普度众生，多多行善。好，哇，成仙了！恭喜大师成仙！恭喜大师成仙！谢谢大家，其实是你们为我积累的。原来帮助别人就是最好的修行。